她是杨家將中的終極 BOSS， 也是中兴大辽的一代女主。她临朝摄政27年，江山爱情两不誤，可以嫵媚动人，也可以纵横天下，宠爱重用她的情人韩德让，并且无所避讳。两人同案而食，并排而坐。她的汉名叫做萧绰，小字燕燕。本期的烽火180秒，请跟我一同走进大辽萧太后的故事。片中內容重點參考官修正史，如果喜歡，歡迎訂閱我的頻道。楊家將把蕭太後描繪的陰險毒辣，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？蕭綽的父親蕭思溫是遼穆宗時期的南京留守，蕭綽原本的婚配對象是漢人官僚世家的韓德讓。遼穆宗遇刺，這個蕭思溫擁立遼太祖曾孫耶律賢為帝，並且毀掉原本的婚約，將當時只有16歲的蕭綽嫁給了耶律賢。您注意這3個人的關係，蕭綽和韓德讓有婚約在先，但是實際上嫁給了遼朝第5位皇帝耶律賢。同年的5月又被封為皇後。這之後呢，蕭綽為耶律賢生有耶律隆緒等4子3女。遼景宗耶律賢這個人打小患有終身不治的嬰風疾，俗名叫做抽羊角風，說犯病就犯病，一犯病就倒地不起，口吐白沫。耶律賢比蕭綽大5歲，論年齡是很般配的，但是因為身體原因缺少夫妻人倫之樂。耶律賢多數時候是沒法上朝主政的，朝中大多的軍政要務全部由皇后蕭綽處理。前後輔政13年，他是明達治道，襲職軍政，以至於耶律賢還在世的時候，就專門召集史官頒下命令，說以後記錄蕭皇後的話也要稱朕，並且要以此作為定式。這個期間的蕭綽拔擢重用了中遼一帶傑出的文臣武將，文臣重用了確實很有才幹的韓德讓，武將重用了耶律休哥和耶律協轍。在高梁河一戰，把宋太宗打到坐着驢車逃跑，就是這個期間所發生的。應該說這13年，蕭綽他的難能可貴在於慧眼識珠，選賢任能，從而扭轉了遼穆宗時期不便中間濫殺無辜的政治頹勢。乾亨4年的9月，遼景宗耶律賢病死在了焦山行宮，終年35歲。依照長子耶律隆緒嗣位，軍國大事有不決者，聽皇后命。政權交接之際，局勢極其緊張。30歲的蕭綽帶着12歲的長子耶律隆緒，在京城外登上帝位。為了獲得更多的支持者，這位新寡的太後在大臣面前流着眼淚示弱，說母寡子弱，族屬雄強，邊防未竟，奈何？身邊的幾位重臣一聽，個個英雄氣壯，並發下重誓，說信任臣等，何慮之有？時任南院樞密使的韓德讓密召親屬10幾人從南京趕赴蕭綽母子行帳，調集禁軍護衛其母子安全，並提議南院大王耶律伯古哲專主山西諸州，北院大王耶律休哥全權防範宋軍北上，又提議蕭綽讓他下令朝中諸王各自回到原駐地，不得私自相會，違令者一律奪去兵權。一番政令舉措下達以後，人心大定，政權平穩過渡。那麼蕭綽和韓德讓的關係非比尋常，到什麼程度呢？由於得力於韓德讓的忠誠保衛，盡心盡力出謀獻策，蕭綽私下對韓德讓表白說，你我本有婚約，現如今都已經寡居，希望我們可以再修舊好，今後我的兒就是你的兒，耶律家的事兒就是你的事兒。韓德讓完全接受了蕭綽的愛戀美意，孜孜奉國，知無不為。二人沒有夫妻之名，卻有夫妻之實，坐則同食，寢則同帳，從此以半公開的關係相處。不僅如此，蕭綽還讓他的兒子遼聖宗耶律隆緒像對待父皇那樣對待韓德讓，每天一次請安，禮遇非比尋常。這個韓德讓最後是官至大丞相，總南北2署府事，封王賜姓，位在親王之上，並且像遼國皇帝皇后一樣建立宮位，入朝不用下拜，不用被唱名，御座旁邊設立專座。歷史上大臣功高震主，君臣反目的比比皆是。而韓德讓功不可謂不高，權不可謂不重，但是數十年間君臣和諧，共理國政，直到韓德讓善終辭世。這其中有其個人品行才識出眾的緣由，也得益於蕭綽和遼聖宗的寵信。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蕭綽，他是先輔佐了丈夫遼景宗主政13年，继而輔佐妻子遼聖宗主政27年。由於有名相韓德讓的扶持，大興改革，運筹帷幄，在吏治、法治、稅收、農耕業都創下了業績，使得大遼從聖宗一朝步入鼎盛。為了守住燕雲16州，
蕭太后統領遼國主力軍親往前線，幾經周折，促成遼宋澶淵之盟，開創了兩國100餘年和平局面。統和27年，蕭綽將權力交還給兒子耶律隆緒，於當年12月病故，享年57歲。上馬馳騁沙場，下馬臨朝聽政，這個女人啊，相當不簡單。以睿智和鐵腕治國，手握江山與愛情，堪稱有遼一代傑出的女政治家、改革家。應該說，蕭綽蕭太后啊，陰險狡詐，有失公允，巾幗英雄，當之無愧。讀歷史知善惡，感謝您的收看收聽，本期節目到此結束，我們下一期不見不散。